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些近来在中国社会引起热议的奇谈怪事。这些看似离奇古怪的现象，实则反映出当下中国社会的某些反常态和阴暗面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不可思议的真人真事。第一个奇谈就是近年来在中国兴起的一个新行当——职业背债人。你一定会好奇，这到底是何方神圣？简单说，就是有一群人专门骗取银行高额贷款，拿到钱后就人间蒸发，从此过上老赖生活，永不还款。具体操作是这样的：一些黑心中介会物色一批资质纯净的背债白户，为他们精心伪造各种申请贷款的材料，包括虚构工作收入、购房购车等理由，然后与银行内应外合，帮助这些白户顺利通过审批，骗取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巨额贷款。贷款到手后，中介和银行内鬼会先分一杯羹，剩下的钱再与背债人平分。就这样，阴沟里翻了个身，这些昔日的穷光蛋瞬间就变成了百万富翁。不过他们并不准备还这笔钱，反正做老赖也不会被抓进去。聪明绝顶的你一定已经看出来了，这背后必然有着某种犯罪分子与贪腐分子的勾结。的确如此，这是一个由黑中介、腐败银行人员和背债人三方利益链条勾连而成的地下钱疯圈。一位39岁的老赖赵先生就是其中的参与者。受疫情和经济状况的双重打击，他原本的小本生意也难以为继。为了维持家用，他决定踏上这条背债之路。赵先生告诉我们，他是通过一个懂行的朋友引荐，加入了一个专门包装企业贷款的中介团伙。这个团伙不仅帮他精心伪造了各种申请资料，甚至还给他转移了户籍，避开了一些严格的贷款审查地区。在中介和银行内鬼的狼狈为奸下，赵先生一举骗取了高达400万元人民币的企业贷款。包去中介们的分成后，他个人到手现金就有160万元。而与他同期下海的另外2个朋友，一人拿走120万，一人拿走180万。聊到这里，你一定会问，银行的人怎么可能这么糊涂，被骗这么大一笔钱？其实银行内鬼也是精打细算的，他们和中介同流合污，勾结串通的目的就是利用系统漏洞，给客户搞贷款来获取个人业绩和回扣。赵先生还透露，银行内鬼为了防止被查，从来不会直接和申请人见面，只会通过中介传递信息。即便贷款发放后，银行也只会让背债人还一点小钱，暂时压下风声，然后就摆平了。我现在已经做好了准备，等1年后就可以以企业破产为由堂堂正正的成为老赖了。赵先生笑着对我们说，反正当黑户也就是影响一下妻儿将来，但我已经是穷光蛋，能拿这么多钱也值了。好了，这就是中国的职业背债人奇谈。不得不承认，在一个社会制度有缺陷、道德失范的环境下，或许偶尔会衍生出一些如此令人啼笑皆非的怪事。不过我们也要警惕，这种行为严重危害金融秩序，大量背债人的出现将加速中国金融系统的暴雷，使已经严重的坏账雪上加霜。说了这么多感慨万千的背债人神展开，咱们换个话题，来说说中国那些耸入云霄的豪华摩天大楼，这也是一件怪力乱神的事情。根据一位土木专家的说法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，中国在摩天大楼建设方面可谓是傲视群雄，成为了全世界的排头兵。可就在我们为这些钢铁巨人的壮丽景观而骄傲的同时，专家发出了一声让人心寒的警告。原来这些钢铁丛林其实是一个个定时炸弹，由于使用和维护成本高昂，除了北上广深这些发达城市，其他地方兴建超高层写字楼无疑是一种精神疾病。专家算了一笔账，一栋300米以上的摩天大楼，每平米的维护费用就高达100多元人民币。你可以想象，要为一栋大楼每年掏这么多钱维持机电系统的正常运转，哪个城市租户能承受得起？
而一旦断电断水，这些钢筋水泥的巨无霸将立刻变身成危险异常的定时炸弹，随时可能引发火灾或其他重大安全事故。所以摩天大楼建成后，除非拆毁，否则就注定要源源不断地狂掷金钱进去。不寒而栗这个词用来形容我们听到专家这番话时的心情，再恰当不过了。你是否也在脑海中展开了一幅末日般的场景？到处是被遗弃的摩天大楼矗立在城市中，就像一个个危险的坟墓。但很遗憾的是，这种可怕的情景未来或许真的会在中国的很多城市上演。专家指出，除了少数发达城市外，绝大多数地方兴建如此高耸入云的豪宅写字楼，其实是缺乏基本的投资回报率预算和可行性评估。在一片哗然声中，专家对我们说，相信我，摩天大楼的空置危机将会让整个中国陷入无边的苦难之中。对于那些耸入云霄的摩天豪宅，专家并不是危言耸听。事实上，由于经济下行、房地产泡沫的冲击，很多热衷建设高楼大厦的城市已经遭受了空置的困扰。比如在长沙、南昌、海口等2、3线城市，随处可见价格高昂但门可罗雀的写字楼大厦孤零零的耸立。有些政府为了吸引租户，不得不大幅压低租金价格，但即便如此，出租率也常年徘徊在 20% 左右，收支仍入不敷出。更糟的是，由于长期空置缺乏维护，不少豪宅楼已出现渗水、漏电等设施故障，楼内机电系统加速老化，整座楼宇都处于半垂死状态，成了一个个烧钱的拦路虎。这还只是个开始，未来还可能出现大量摩天楼被全部遗弃的情况。届时，这些已经停止运转的摩天大厦就将彻底沦为失火和坍塌的定时炸弹，威胁着城市的安全。你是否能想象，当一座城市的天际线上矗立着数十座被抛弃的钢铁合金尸体时，那会是一种怎样的景象？那将是一幅最骇人的诡异失乐园，警示着我们曾经的疯狂和痴迷。接下来，我们再来说说当下饱受煎熬的中国中产阶级。这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的一大怪象。在很多人眼中，拥有几百万身价的房产就等于成了阔绰的中产家庭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正是这些沉甸甸的房贷，给中产家庭蒙上了一层无形的紧箍咒，让他们时刻提心吊胆。一旦家中的主要收入来源出现了波动，整个家庭的生活就会陷入千夫所指的中年危机。女主内女士就是这样的中产家庭代表。最近，内女士一家人过上了吃土的日子。丈夫在一家民企打工，今年受疫情和经济寒冬的双重打击，单位裁员严重。内女士也遭了殃，工资直接被砍掉30%。内女士愤愤不平地说，贷款买的房子还在还，儿子又要上大学了，我和老伴靠剩下的工资根本连温饱都成问题。中年人失去工作，今后很难再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了。一旦失去这份收入，我们就真的要破产了。女主内忧心忡忡地说，但她也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到时候就卖了房子还清贷款，我们全家考虑逃离这个城市，去小城市租住，度过最后的余生吧。中产家庭就是如此脆弱和可怜。他们受教育程度不算太高，缺乏工作技能，依赖单一的工作来源，一旦失去收入来源，整个家庭顷刻之间就会分崩离析。这种可悲的中产梦注定也只是中国的一场梦魇。我们从各种现实案例中都能看出，当下中国经济的下行正在剥夺中产阶级的安全感和尊严。他们日渐感受到，即便奋斗了大半辈子，攫取了些许财富，也难逃被赤贫化的命运。这情景让我想起了上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中产阶层曾经的遭遇。在那个资本主义的丛林中，中产白领阶层何其不堪，稍有闪失就会被无情抛弃，从富人阶级一夜之间重蹈返贫的覆辙。今天的中国中产正经历着同样的处境和煎熬。
他们虽拥有一些微薄的财富，却常年被贫困和失业的恐惧缠身。在这个时代，中国中产阶级也成为了社会最不堪的弱者。他们的命运和那些职业背债人被遗弃的摩天豪宅一样，都写满了现实的啼笑皆非。而这一切荒诞情景的存在，也从侧面反映出当下中国社会制度的失范、发展的扭曲以及道德的沦丧。